Hello，各位玩家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大陸。今天大陸就幫大家精選了20款超值類似的單機手機遊戲，從經典動作冒險、療癒解謎到爽快割草跟感人養成，通通都有。不管你是想在通勤路上殺時間，還是深夜人靜時來場沉浸式冒險，這份清單或許都能滿足你的需求哦。話不多說，我們馬上來看看這集有哪些手遊推薦吧。海之號角3是一款經典動作冒險系列的續作，由芬蘭獨立團隊所開發。故事接續2代千年之後，你將與科技海盜艾姆一同闖蕩暗影之海，對抗遠古泰坦，並揭開失落神邸的秘密。這次新增了第人稱視角，戰鬥系統也大幅進化了，還有技能樹和武器制定等內容。因為號稱是手機上的塞爾達，所以如果你喜歡塞爾達傳說風的玩家，這款應該會讓你很有感的。在 Steam 獲得壓倒性好評的獨立遊戲《潛水員戴夫》現在也移植到手機平台了。遊戲的玩法還蠻特別的，白天潛入藍洞捕魚探索海底，晚上則要經營壽司店，把捕獲的食材做成料理賣錢，升級裝備前往更深的海域。但畢竟還是搓玻璃，觸控操作還是不如搖桿來得順手，特別是瞄準魚叉會有點卡卡的。喜歡海洋冒險加經營玩法的話，那或許可以來試試看哦。海綿寶寶蟹堡追擊令2是一款以海綿寶寶為主題，主打橫向卷軸的動作遊戲，講述蟹堡王的前台離奇消失，海綿寶寶與痞老板這對意想不到的搭檔必須聯手合作拯救比奇堡。除了單人，有些資源本機雙人合作，可以和朋友一起闖蕩去探索各種忠於動畫原作的繽紛場景。喜歡海綿寶寶的就不要錯過啦。布塔尼村莊是一款第人稱的療癒解謎遊戲，你將扮演退休植物學家，在19世紀的英格蘭莊園中，透過探索房間與花園裡的線索，尋找各種珍稀植物獨特的生長條件，並幫助它們開花結果。整體氛圍蠻悠閒的，解謎很有巧思。不過遊戲時數只有3到4小時，喜歡植物主題或放鬆解謎的話，這款或許是你不錯的選擇。火影忍者終極忍者風暴，相信喜歡火影忍者的玩家應該都不陌生。這款累計銷量突破2000萬套的系列，現在終於移植到手機平台了。遊戲收錄了鳴人少年時代的故事與經典戰鬥，共有20位角色與10位輔助角色可以選擇。手機版也針對觸控操作做了優化，新增了休閒模式，就算是手殘黨也能輕鬆享受奧義連發的爽感。喜歡火影的話，這款還蠻值得回味的哦。接着這款我是小魚兒是真實物理模擬冒險遊戲，遊戲中你要操控鯨魚、河豚、食人魚和飛魚4種角色，獨自有各自的移動方式，像是河豚可以鼓成球滾過陸地，飛魚則可以短暫的滑翔，想辦法從寵物店一路回到大海團聚。不過遊戲操作難度其實不算低，物理引擎的操作需要一點耐心適應，關卡中還有很多障礙物和危險要閃避，感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。海上輕屋大作戰是款輕鬆的海洋清潔模擬遊戲，你要駕駛小船回收海上的垃圾與油污，借此來賺取金幣，升級船只。共有8個區域可以探索，還能拯救16隻動物。遊戲時間大約1個小時左右，蠻適合零碎時間放鬆一下。不過玩法比較單純，後期變化不大，推薦給喜歡環保主題或療癒小品的玩家。戰鬥陀螺 SS1 是一款以戰鬥陀螺 S 為主題的動作對戰遊戲，遊戲忠實還原了原作中 X 加速軌道的競技場，所以我們可以體驗到極速衝刺、能量槽等獨特的系統，還能自由組合超過1億種不同零件與技能來打造的專屬陀螺。對喜歡戰鬥陀螺的粉絲，感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。
Koji Caravan 是一款主打療癒放鬆的單人旅行經營遊戲，你將扮演工會新人，開着可靠的大篷車，穿梭在風景如畫的土地上，沿途採集食材，製作暖心料理，並在各個城鎮擺設市集攤位與居民交易。沒有戰鬥，沒有血量條，純粹就是一場溫馨的旅行。整體的遊戲玩法循環比較單純，喜歡放鬆療癒系的玩家就來試試吧。深岩銀河幸存者是款類幸存者的自動射擊遊戲，我們將化身為矮人礦工，在隨機生成的洞穴中一邊挖礦一邊對抗蟲群。另外，遊戲還有自動瞄準的設計，可以讓玩家專心走位與升級，共有4個職業可以選擇，武器組合還蠻多樣的，喜歡割草爽感的玩家就來試試看吧。Ophelia's Paradise 是款俯視角的2D 動作入格遊戲，我們可以選擇英雄鍛造武器，在陰影蔓延的天堂中對抗黑暗勢力。每個階段都有多種難度可以選，從輕鬆到極限都有。每次挑戰都會遇到不同的物品組合，還支援全球排行榜的武器模式。但大陸覺得玩法與同類遊戲相似，操作手感也還可以再優化一些。有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。電裝少女是一款節奏爽快、2D 風格的動作平台遊戲，在 Steam 上獲得了不少的好評。你將扮演航海少女，拿着超級鑽頭，在地底快速穿梭，撞碎敵人，嘗試奪回被偷走的寶藏。玩起來還蠻有速度感的，喜歡快節奏平台動作的玩家，感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。我的孩子，新的開始是一款養成模擬遊戲，我們會扮演養父母，陪伴孩子，幫他走出創傷，重建生活。遊戲中有日常照顧、情緒引導與多種劇情選擇，每個決定都影響孩子的成長與結局，而且手繪畫風還蠻溫馨的，推薦給喜歡情感療癒系的玩家。Dot Strangeland Journey 是一款融合動作元素以及平台跳躍的獨立遊戲。你會扮演一位迷失在神秘國度的小女孩，在奇幻世界中探索謎題，對抗敵人與頭目。美術風格走可愛治癒路線，故事也帶點情感深度，整體氛圍還算是蠻迷人的。不過大陸覺得玩起來比較需要耐心，因為節奏偏平靜。喜歡輕鬆冒險的話，或許可以來嘗試看看哦。Cobalt 是一款2D 橫向卷軸動作射擊遊戲，你將操作小機器人深入地下機械世界，對抗源源不絕的敵對機器人，收集它們掉落的零件，來升級自己的裝備與能力，打造屬於自己的戰鬥流派。遊戲關卡是隨機生成的，不過後期難度會明顯提升，稍微需要弄一下資源才可以。感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。重尋光芒是一款以光為核心、像素風格解謎冒險類遊戲。故事描述你迫降在一個永遠沒有天亮的永夜小鎮，需要靠着手電筒照亮環境，尋找隱藏在黑暗中的道具與線索，幫助鎮上的居民解決各種瑣事，一步步揭開這個小鎮的秘密。遊戲整體節奏還算蠻悠閒的，光影表現也很細膩、很舒服，推薦給喜歡治癒氛圍解謎的玩家。死去活來是款計時策略遊戲，結合計時戰略、醫療模擬與自走棋等多種玩法。背景設在外星生物入侵的近未來，我們將扮演特殊部隊的指揮官，帶領超級士兵們抵禦外敵。遊戲特色是戰鬥與治療的雙線操作，受傷的士兵可以撤回醫療車治療，但前線戰力會因此吃緊，需要隨時掌握戰場節奏。整體的策略深度還蠻高的，推薦給喜歡計時戰略挑戰的玩家。Arranger 是款結合拼圖與角色扮演的冒險遊戲，故事發生在由格子組成的世界。你扮演的少女擁有特別的能力，每次移動時，整行或整列的物品會跟着一起滑動哦，所以你需要利用這個機制來解謎、戰鬥、探索世界。遊戲沒有經驗值或物品欄的設計，玩起來還蠻輕鬆的。喜歡創新解謎玩法的話，可以試試。
西瓜遊戲 Planet 是累計突破1300萬下載西瓜遊戲的最新續作。這次遊戲舞台遺失宇宙，你要操作小生物繞着行星飛行，從360度任意視角投下水果，讓相同的水果碰撞進化。目標是合成最大的西瓜。新加入的超进化时間可以讓你連續進化，觸發加分效果，還能跟全球玩家比排行榜分數。想找玩法簡單、療癒又殺時間的遊戲，那這款就是你不錯的選擇啦。Edgebringer 是一款視覺小說風的冒險遊戲，故事設定在世界失去核心力量後，天空被古老符文覆蓋，元素失控的末日世界中，你將跟隨紅色十字軍的腳步，探索神秘高塔中的深層劇情。整體是款表現中規中矩的遊戲，喜歡的話就來試試看吧。那麼這期的遊戲推薦到這裡就結束啦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。如果你喜歡大陸的影片，可以給大陸個讚和分享，訂閱大陸的頻道和開啟旁邊小鈴鐺。那麼就下期再見啦，祝大家遊戲愉快。